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新剧路透曝光，高湖刁钻角度成黑粉狂欢。近日，有网络传言称王一博与李沁将合作主演一部备受期待的民国谍战剧《光明之路》，这对演员的合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。对于王一博来说，这是他首次涉足民国谍战剧这一领域，而他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忙于拍电影，即将与程耳导演合作的新电影《人鱼》也备受期待。王一博之所以备受瞩目，除了他多元化的演艺尝试外，还因为他一直以来敢于挑战冷门题材，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演员的一种追求。然而，正如每位知名演员一样，王一博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黑粉的攻击。这些黑粉似乎无孔不入，对他的多部电影提前攻击性评价。最新的民国谍战剧《光明之路》也没有幸免于被黑粉攻击的命运。虽然作品的正式档期尚未确定，但黑粉们似乎早已坐不住了。有趣的是，王一博参与的电影和电视剧制作通常都低调进行，尽量避免曝光，以保持观众对作品的新鲜感。然而，最近《光明之路》的相关路透照片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这些照片大多模糊不清，而且角度看起来有些刁钻。在一些路透照片中，艺人被偷拍到了没有正式拍摄的时刻，这种情况下，艺人无需过于担心仪态，毕竟这是在片场的休息时刻。如果一直保持紧绷的状态，对于角色的塑造也不会有太多好处。然而，这些模糊的照片成为了攻击这部剧的武器，尤其是对王一博的仪态和造型提出了质疑，甚至与其他男艺人进行了比较。然而，这种偷拍照片作为攻击的切入点，也表明黑粉目前似乎难以找到更具攻击性的材料。毕竟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，王一博一直保持低调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拍摄，几乎很少公开亮相，参加活动的机会也相对较少。而在剧集确定合作之前，就有很多争议围绕着《光明之路》展开。王一博和李沁的粉丝都有不同的期望，有些人担心这类题材的剧集较难取得成功。一旦合作确定，便因番位问题引发了一轮粉丝之间的争执。然而，实际上，这些争议并不应该成为焦点，毕竟演员和制作团队都已经达成了合作协议，粉丝们之间的争论并不会改变这一事实。尽管王一博尚未涉足民国谍战剧的领域，但他在《理想照耀中国》中饰演过军人，在《长空之王》中则扮演了一名空军飞行员，因此在仪态方面，我们无需过于担心。从他过去的一些拍摄花絮中，我们可以看出王一博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演员，对剧本要求也很严格。相信他之所以选择出演《光明之路》，是因为这部剧的题材和演员阵容真正吸引了他。期待这部作品早日确定档期，让观众能够欣赏到他在新领域的表现。王一博，他为什么可以？天天向上在做追梦的哥哥们的系列，因为和男团还有追梦有关，所以天天兄弟营业中也会对天天兄弟做和这内容相关的专访。有一个提问印象挺深刻，王一博活成了很多年轻人梦想的样子，他为什么可以？在说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说说天天兄弟这个男团。节目组问一博，在哥哥们的身上学到了什么品质？一博先说的大老师的幽默感，一博常常被大老师逗得笑个没完，
这个很好理解。然后一博说的是韩哥，韩哥身上的沉着和冷静，远的不说，近的前一阵湖南卫视的直播，韩哥很快解决了闯入节目现场的粉丝时间。最后说峰哥的时候，虽然一博什么都没说吧，可看看一博这表情，他应该喜欢峰哥这种容易快乐也给别人传达快乐的人。主持人有很多种，需要韩哥大老师这样反应迅速一直抖包袱的人，也需要峰哥这样活跃节目气氛的人。切入主题，节目组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一博年纪轻轻成就了很多年轻人的梦想，他为什么可以？大老师说的就是实力，他没有陈述一博努力的过程，他说的就是结果，舞台上展现的360度无死角的表演。看一个人的回答，其实也能猜出这个人的过往经历。大老师为什么只说结果？他不是不看重努力的过程，他比谁都努力都坚持，只是他可能觉得作为艺人作为歌手，给观众传达的最直观的是舞台是作品。不管花了多长时间去创作，花了多长时间去练习跳舞，或者投入辛苦拍摄作品，最终给观众传达的可能就是一首歌、一支舞、一部电视剧。最终要用作品说话。峰哥的着眼点和大老师不太一样，他说的是一博背后付出的努力。我想了想，为什么峰哥会说这个内容？最近的节目里，峰哥说他为了天天向上，放弃了很多影视剧男主角的机会。节目里有人说你不行，一博可以。这个其实说明很多问题。兼顾影视剧拍摄和固定节目的录制，其实并不容易。另外，天天向上对一博和对峰哥的意义应该不太一样。之前我也有写过类似内容，峰哥在天天向上承担着更重的任务，他要比一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准备和录制天天向上。人们看到峰哥在节目里嘻嘻哈哈，创造了很多节目的笑点。但其实他能在舞台上有这些表现，和他在舞台下付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。只是人们更容易理解歌手和舞者、演员在台下付出的努力，不会特别容易理解搞笑主持人在台下付出的努力。最后，韩哥的回答其实很智慧，那一博为什么不可以呢？韩哥说，一博有天赋，愿意努力，愿意刻苦，任何一个人的成功不是某一个元素决定的。我们来看看韩哥，在湖南卫视主持节目已经有20多年了，为什么还是最重要的主持人？像他说的，不是一个元素决定的，韩哥本人主持能力过硬当然是原因之一，还有湖南卫视这个平台和他本人也能碰出好的效果。他本人也愿意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，原因其实太多了。最后，再来看看一博本人的回答。节目组问他，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？他说，我觉得还好，没怎么遇到过，我心比较大，没有想那么多。就像韩哥说的，一博能走到现在，原因有很多。天赋、努力、选择作品的眼光、市场的影响。不过我本人比较关注他回答的点，心比较大，没想那么多。我们知道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不一样的潜力，如何发现这些潜力并挖掘其实很重要。我这里就想说说挖掘、努力的方式或方法。举个例子，比如参考高考。我们常常说要调整状态，以最好的状态去考试。因为状态好了，发挥能够正常甚至超常发挥。这里说的状态，其实就是心情或者情绪或者心智。有人说一博情绪稳定，这个也有可能，但他作为正常人应该也是会有情绪波动的，
也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。只是很多人，包括我，情绪不好的时候，工作效率或产出会受影响。但从一博的回答来看，他就算情绪不好，该干嘛干嘛，不被自己的情绪左右，情绪不好也专注对自己潜力的挖掘。我想这也是一博能够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吧。其实想想，我们自己身上也有很多潜力，只是我们大多数可能被情绪影响，现在情绪里使用了大量精力，没有把更多精力用在挖掘潜力上。这个潜力包括工作、生活、兴趣方方面面。如果我们把精力大部分花在挖掘潜力上，而不是花在情绪消耗上，估计我们也能变成不太一样的我们。现在意识到也不算太晚，都说精力分配是一种智慧，我也想去试试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